刺绣的原理是靠布面张力还有纤维孔洞去抓住毛线，不用打结。笔刺过去成环的那一面毛线就是我们的正面。我们选木框比较平顺的这一面下针，这样背面还有空间可以容纳笔尖，所以这一面会是我们的成品面，而另外一面我们就叫做刺绣面。我们从背面下针这个概念很重要哦，成品是出现在这一边。我们有提供一支描稿专用的消湿笔，它的墨水碰到水的时候会消失。可以准备一张不会脱屑的纸巾，没有的话就用卫生纸，把它浸湿，捏去多余的水分，来回擦拭，大概1-2秒后会消失。原则上不要让布料太湿，否则下一次会画不上去。一定要如图的方向放入草稿，不要擅自翻面哦。我们描稿的原理是运用透光的方式来描图，根据你的光源的远近，还有草稿服贴的程度，清晰度会不同。我通常会在背面贴一些比较不粘的胶带来让它更服帖。接下来就翻过来利用现有的光源来描图，顶灯、台灯或者是白天的窗户都可以。描完之后记得要把背面的草稿撕掉，不要直接开始刺哦。穿线器从笔的前方穿入，穿到底之后，毛线从后方的线圈放入。如果毛线头有点虚，可以对折再放。接下来穿线器往前拉，但要记得只是双线哦，刚刚对折只是为了让毛线更好的放入。接下来从笔的这一边穿入洞口，一样把毛线拉出来。最后它应该长这样，单线通过前面的孔洞，后方可以输入毛线。我们可以把线拉短一点，前方我们只需要大概2个指节的毛线就够了。接下来讲解的刺绣方法，在官网的教学里面都有完整的图解，看完影片之后可以当重点笔记使用。我会用颜色来区分错误和正确。第一步就是要放松毛线，为了让笔后方的毛线运输更顺畅。常见的错误有框压到线、手腕压到线，衣物或身体任何部位的摩擦力都会影响毛线输送。记得下笔前要留至少2个指节的毛线，太长会浪费，太短的话布料会夹不住毛线。笔尖的斜口朝前进方向移动的时候，输送的毛线才不会绕在笔上。在刺绣面，我们追求紧贴布面且规律的线圈，每针的间隔目测2到3条纤维刺1针。抬笔只要抬离布面刚好能移动的距离就好了，不要过高过远。每一针一定要刺到底，成品面的线圈才会一致高。那如果没有刺到底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好一点的状况是线圈只是比较短，如果再严重一点的话，线圈根本不会留在布面里面，就会有一堆空针。接下来合并错误示范，如果下针的时候距离过远，如果抬笔的时候抬得过高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很明显，我们可以看到抬得过高的时候，你的手腕会把毛线整个拔起来。翻到背面来看，抬得过高而拔起的毛线基本上就是空针。刺得太远的话，线圈之间距离会太疏，但这并不代表刺得过密会是好事哦。你可以看到太密的这一边，你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粗度的。在做细节的部分，会因过量的毛线而无法正确呈现。把这个概念延伸到草稿上，蓝色的其实没有填满，但就正面来看，它是一个很完美的面积，1:1。从侧面来看，蓝色的空间足够，所以线圈都是直直的站好，红色的却是由中心向外推挤，高低不平。
也就是说，你在刺绣的时候，随时翻看正面的状态，来决定你要刺多密。如果有刺错的时候，就用手把它拔掉就好了。布面留下的洞口要让它变小，才可以重新夹住毛线。可以用手指拉伸布面，让纤维恢复。刺绣的顺序建议从范围相对最小的开始。以这张图为例子，可以分为背景、脸和五官。刺绣顺序就会是五官、脸、背景。这是为了前面提过的，毛线不小心太膨大的话，会侵蚀到别人的位置。为确保小面积有生存空间，所以建议先刺。不过因为小的范围是比较难刺的，还是建议新手在大面积练习一下。最后告诉你要如何结束一针。很简单，线头直接拿起来剪掉，但小心在拿的过程中不要拉扯到，会掉线哦。因为我的作品已经剪下来了，接下来我会用别的框示意代替。刺完整张作品后，就可以贴上我们的黏黏布来固定毛线。从边角撕开后，保留一部分的白纸，平行于木框的贴，比较不容易会自己粘到自己。贴完压紧后，我们翻过来把布卸下来，利用布料的空隙将剪刀伸进去剪一个口，因为我们要从侧面来剪，就可以避开那些订书针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将布料卸下来，不论是用剪刀剪，或者是把订书针卸掉，只要你不破坏到黏黏布，用什么方式都可以。修除虚边，沿着黏黏布的边边剪下来。剪完后，作品周围的那一圈布料是拿来收边用的。拿出我们的保丽龙胶还有免洗块，将保丽龙胶涂抹在边线。保丽龙胶要适量的使用哦，因为它过湿的时候是不粘的，要等在半干的时候是比较有粘性的。这个时候你再把它按压下来的话，会粘得比较紧。但过程中你粘好的部分都建议用重物压着，等它完全干透后，它才会固定哦。接下来就要做背面灰布的收尾。翻到作品的正面，把它4个边角都画在灰布上。将4点连线后剪下来，记得要剪在线外哦，因为如果你剪在线内，剪得太小的话，布料就损耗了。但如果你只是剪得太大，你随时都可以修小。顺便告诉大家要如何挑选对的剪刀，在家里找的话，会建议找没有剪过胶带或者是硬物的剪刀。如果都很钝的话，就建议大家去文具店买一把大概60-70块的剪刀就可以了。然后就只拿来剪布料。回归正题，这边建议大家在上下左右和正反做个记号，不然你就会像这样一直在找方向。接下来我们要制作后方的挂绳，如果不需要的人可以直接省略这个步骤。穿线器只需要穿入笔身，再将棉线放入后拉出。这边注意一下，棉绳只要放一点点进穿线器，能够拉出就好。我们的目标是要让棉绳在笔尖露出一点点就好了。找出你要做挂绳的位置，用消失笔做记号。接下来用戳笔的笔尖缓缓转动，一旦穿入后，就将黑线最小量的拉出。尽量不要让黑线掉出笔身，马上移动到下一个点穿入。穿入的2个线头是挂绳要打结的部分，侧面看长这样，下方的环是拿来挂的。拉住2根线头来调整环的尺寸。决定好之后就翻过来打死结。最后在成品背面均匀的涂上保丽龙胶，灰布的线圈是朝外，线头朝内，在保丽龙胶半干的时候贴上去，压上重物，等它全干之后才可以挂起来哦。